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下面的文字啊。吾辈身为凡流，过恶未极，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言易也。文到这个地方呢，从举比喻之后啊，这才正说啊，我们身为凡夫啊，过失恶业太多太多了。未极是比喻，就像刺猬这个刺的一样啊，聚集在一起。而回思往事，我们想象过去，常常呢，好像不见有其过者啊，没有觉察到自己有什么过错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常常想，我没有什么大错，我没有什么过失啊。这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常常有这个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心太粗了啊，心眼昏聩，见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举白玉实在讲，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下面这段文呢，给我们说，这个恶业它也有征兆啊。然人之过恶深重者，在佛法里面讲，业障深重啊，业障过重啊，它一定有不好的预兆，是业有效验，或是心神昏塞，转头即忘啊。这个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周边那些人物，有时候我们能发现啊，这个人呢没有记性，糊涂、昏柔，给他说什么事情呢，很快他就忘掉了。或无事而常烦恼，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啊？没有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招惹的时候，自生烦恼。只要冷静观察，就能发现了。或见君子而懒然消阻消举，这就是怕见正人君子啊！见到正人君子自己好像很难为情。这种现象，实在说呢，
还都是有救啊。为什么？他还有惭愧心。或闻正论呢而不乐，听到人家讲正经话不喜欢，为什么呢？自己作恶多端，养成了恶习气，听到正论，跟自己所作所为完全相反，很不乐意接受。或会使二人反怨，我们布施，以礼物送给人，人家还埋怨，在他不接受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他挨冻挨饿，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们送一点衣服食物给他，他当然接受。接受之后，他不感激你，他还怨恨你。这种情形有啊，在现在这个时间常常遇到，这个都是恶业深重的征兆啊，我们要多想想。或者是夜梦颠倒，晚上做噩梦，做噩梦绝对不是个好预兆，自己一定要警觉到过恶很重，所以夜晚呢才做噩梦，甚至妄言失志，这个就是精神提不起来，语无伦次皆作孽之相也。这是略举几个例子，这个都是不好的相苟以类此，继续发愤，舍旧图新，心无自无。如果我们自己反省，像上面所举的例子，自己有个一条两条，我们就要警觉到过失恶业一定相当严重了，要警觉到了，赶快回头，立即奋发，舍旧图新就是要改过自新，心无自悟，这一句话是勉励我们希望你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这个事情一定要自己分发，别人帮不上忙。改过之法了，就讲到此地下面第3篇呢是积善之法。文字一开端，廖凡先生引用《易经》上的2句话为我们说明：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2句话可以以历史来作证。自古以来，凡是这个过于憨厚、积善的人家了，他的后代往往会发达。纵然没有大的这个发达，也能够保住平安过日
不至于招惹一些凶灾啊。这个是在历史上能看到，在我们现前也能够观察得到啊。只要我们细心留意去观察。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是相反的啊，这个人家过去的先人以及他的本身的积恶啊，欺负别人，尽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人家必定不能够久享富贵。纵然现前呢，他是大富大贵，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个现象，这个人家里无恶不作，为什么还大富大贵？这是他不明了道理。这是他们家过去生中啊，或者是他本人啊，他的前辈过去生中修的福大了啊。佛家讲修福不修慧啊，因为他没有智慧，这一生当中他才造作恶业。造作恶业必定折福啊！譬如他过去生中修的福有亿万财富啊，这一生当中虽然发财，心术不善啊，处处欺压别人，做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他的福报折了啊，千万财富变成了百万财富了，损失太多太多了。可是他还有百万财富，比起一般人呢，他还是富有得多。因果通三世啊。那么他这一生这个渔夫享尽了，他的罪报就现前了啊。有些人他的果报在来生，有些人在这一生晚年就没落了啊，破产了啊。什么原因呢？积恶之家了。他的报应呢是这样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对自己个人、对自己家庭、对自己的宗族，决定有大利益。下面了凡先生举个例子，喜是过去式，言是将以女妻数量后啊，就是言是将要将他的女儿许配给数量后，而隶属其祖宗既得之长。隶属就是向上一代一代去叙说数量后的祖宗都是积德的，这个人家了是积善之家，
逆知其子孙呢，必有信者。你是预料啊，他们家的将来子孙呢，一定有兴旺的。叔梁或是孔子的父亲啊，所以这个孔子的外公外祖父就预料他家里将来一定会兴旺你看，他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叔梁纥，以后就生了孔子他怎么看的呢？看到孔子的祖先代代都积善所以他们家里会出大圣人那么这是一桩事情，讲积善的。这第二桩呢，孔子称顺之大孝。中国人讲孝道，首先呢要推尊大顺这个人是尽孝的模范我们在历史传记里面读到，一定要向他学习。他的父亲在他太太死了之后，也就是舜的母亲生母又娶了个继母，继母以后也生了一个小孩，继母对待他非常不好，他父亲受了继母的影响，所以父亲、继母生的弟弟，这一家四口3个人呢，以恶念对待他，几次要置他于死地这个家庭环境太恶劣了，可是舜能够孝顺他心目当中没有看到这个父母兄弟对他不好，他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让父亲不喜欢，继母不喜欢，弟弟不喜欢，天天改过自新这样过了几年之后才把他全家感化了。这叫大孝这是真正的孝顺从顺，一切顺从，顺从里面有高度的智慧佛家讲善巧方便他能够避免这个家人对他的伤害，能够保全他的生命依旧以真诚心、爱心奉祀这个父母兄弟，这是一般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所以孔子称赞他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戒之论也孔子的外祖父以及孔夫子赞叹这个大顺，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是以往事真之在以过去这些积善之家，你看看他后人的发达，历史上有记载，眼前这个社会上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下面他举了10个例子第一位
杨少思荣，建宁人，是以嫉妒为生，久于西藏，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了，他州皆捞取财货物，睹少司曾祖皆族，为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吃其鱼。我们先看这一段。杨荣官做到少司，这个少司在古代是帝王的老师啊，帝王老师里有太师有少司，大多数少司是太子的老师啊，皇帝的老师称太师啊，太子的老师多半称为少司。所以这个老师的称呼啊，有太师、太傅、太保啊。杨少司杨荣啊，建宁人，建宁是现在福建建瓯啊，我在这个地方住过6年啊，这个杨荣家里啊，我去过啊，是一个很大的，好像有3进的四合院啊，现在好像是改成建瓯市了啊。那么他们的先祖世世代代都是以嫉妒为生啊，就是摆渡船的啊，从事于这个行业啊，由此可知生活也过得非常艰苦啊。那么这是遇到了下雨啊，久雨，河水也涨了啊，这条河好像是岷江的上游啊，一直这个河一直流到从福州出海，涨水，这个淹没了这个乡村民居啊，也淹死了很多人。所以溺死者顺流而下，当然划船的人很多啊，一般人划着船都去捞取货物啊，不顾这个淹在水里面的人啊，都去捞取财物啊。唯独杨荣的先人，就是他的祖父跟曾祖父只有救人啊！对于这个水里面漂浮的那些财物啊，一丝毫都不取啊，只有救人呐。那么乡里的人呢，看到他们的作为，都说他愚痴啊，救人有什么用啊？这是许许多多的是这人家财物漂流在水上，你捞到了就是你的。他们不要财物啊，完全救人，这是积德了。待少司复生啊，杨荣的父亲生的时候，他们家里环境渐渐富裕了。有神人化为道者，语之曰：“如祖父有因功，子孙当贵显呢。”是以葬某地，虽依其所知而贬之，即今之白兔坟也。后生少司，弱冠登第，位至3公，家
尊祖祖父如其观，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这是以杨荣这桩事情来证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他的曾祖祖父虽然贫穷到他父亲逐渐家庭环境就好转了。这个时候有一个道长，他这里记载是神人化为道长了，我们就是有一位道长，告诉他的父亲，你的祖父有因功，祖父就是杨荣的曾祖父，曾经救过很多人命有因功子孙呢一定会贵贤仪仗某地，指示他，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风水有一块风水很好的地可以葬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杨荣的父亲就把他的祖父葬在道人指的这个处所那么就是现在所说的白兔坟。后生少死以后杨荣出世了，弱冠登第，弱冠是20岁，20岁就考取进士官呢一直做到3公，这个少司是属于3公之一。皇帝对他非常感激，追封他的曾祖、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如其官那他的官位是少司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追封为少司子孙贵盛，是一直到今。这个今是了凡先生在世的时候是那个时代，就是明朝的时候他们家里头还是很多的贤人代代都有贤人这祖宗之积德了。第二位隐人杨自成隐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古时候称为鄞县有一位杨自成先生，初为县吏就在这个县衙当一个书办，好像现在的书记官一类的文书官呢一类的。这个人存心仁厚，守法公平这个是他的德行心地仁厚，推己及人守法公平，决定不收人家的贿赂使现在严肃是当时这个县官呢非常严肃偶他一求这个偶然之间鞭打一个囚犯，血流满前而怒忧未息这个囚犯
触怒了县官，县官毒打他一顿，打得遍身血流，这个怒还没有消。杨跪而宽戒之，杨自成跪在地下帮这个囚犯求情这个县官就讲了：“怎奈此人越发背离，说不由人不怒他在帮他求情，县官说：“这个囚犯做的这个坏事太多了，不由人不怒。”县官说出他发怒的理由自称叩首曰：“杨自成呢，叩首向他报告上舍其道，名善久矣，如得其情，爱敬勿喜，喜切不可，而宽怒乎？宰谓之计也。”杨自成说得很好上舍其道，这句话很不容易说出来从这个地方看，他的确是存心仁厚不怕自己丢掉差事，他讲真话了上是指朝廷现在朝廷本身有过失人民对于朝廷信心丧失了，由此可知，百姓犯法过在哪里？过在没有人教导他了谁负责教导呢？儒家教学，地方官员这个县市长这个知县，古时候称父母官你是这个地方人民的父母你是人民的老师你是人民的领导儒家讲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那个知是人民地方上的首长是人民的领导，是人民的父母，是人民的老师你的子弟为非作歹，你没有把他教好，这个上士其道里面的含义很广杨自成真是有胆识这平素这个人有德行，有胆识，敢说真话你在审问审问得其情了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坏事了，应该要判重刑了，你要怜悯他了，不能生欢喜心是喜切不可，而宽怒乎？你怎么能够发怒呢？县官也不错，听了杨自成的话了把这个发怒的这个情绪也就降温了不再发怒了。驾生平杨自成下列贫寒馈意一无所取当然他能够
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特别是这些囚犯他有怜悯心常常帮助他们呢。人家当然有一些送礼来托人情的，他一无所取大公无私凭着自己良心办事绝不受贿赂。与囚人饭粮有的时候囚犯求粮缺乏的时候，常多方以济之，他天天想方法来帮助他这个到一些能够这个行善的人家，向他们捐助来帮助这些囚犯，让他们能够吃饱。一日有一天，有先囚数人逮捕新来的囚犯有几个人没有得吃家有缺米他家里米不多，各求在家人无食把家里这点米给囚犯呢，那自己家里人就没饭吃。自顾这囚人堪怜想想呢，囚犯非常可怜，与其夫商之跟他太太商量。夫曰：囚从何来？曰：自杭而来，原路人迹，菜色可居他太太问这个囚犯从哪里来？是从杭州来的一路上忍着饥寒，这个脸色都很难看说叫面黄肌瘦因彻己之米煮猪以食求这样把自己的米的时候分一半给囚犯这自己家里煮稀饭吃。后生二子以后杨自成生了2个儿子，长曰收成，次曰收止，为南北吏部侍郎那么这是果报自己积善积德到儿孙就贵贤了2个儿子官做到南北吏部侍郎侍郎这个地位就是现在的副部长吏部那个时候不称部长，称尚书尚书是部长，侍郎是副部长长孙呢为刑部侍郎这个刑部就是现在的法务部司法部也是做到次长，次孙为四川连县连县也是古时候官职的名称以后在明朝称为按察司那么一般呢也称之为钦差大臣又居为名臣在当时都是很有名的
贤德大成。今出庭得证啊，这个历史著书上啊不详细啊，都是今是了凡先生同时代的，出庭得证这2个人一其一也，也是他的后代啊，杨子成的后代。这是在县衙里头做了一个小书办呐，由此可知，积功累德了。不论我们自己先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可以做啊。机会太多太多了，只要存心利益社会、利益人民，就是积功累德。做好事不求果报，这个功德就更大了啊！不求果报，必定有更殊胜的果报啊！积德善大，积德善多，自己本身就感受到果报。像了凡先生就是个例子啊，与了凡同时代的于敬义先生也是个例子啊，晚年就享受果报了啊，果报一直绵延到他的子孙，代代不绝。第3个例子，习正统监。正统是明朝英宗的年号。郑茂奇倡乱于福建啊，郑茂奇是当时的一个盗匪啊，这个强盗，是个土匪啊，他在福建这个地区作乱市民从罪者甚众啊！朝廷起鄞县、漳都县凯南征，以击擒贼。啊，这个英宗皇帝用鄞县的张凯带兵南征。把这个乱呢平定了，啊，把这个郑茂奇抓到了，啊，但是还有一些余党，啊，后为布政司谢都司，搜杀东路贼党，啊，这个。土匪的头是被捉到了，但是下面还有余党啊，所以朝廷又委派布政司谢都司。这个布政司相当于现在这个省长啊，谢都司是布政司下面的一个机构。派这个谢都司搜杀东路的贼党就是平定的，还有一些小股的。谢求贼党中贼中党负侧击这个谢都司很难得，先想方法把这个
贼党的名册找到凡不负贼的贼党里头这个名册上没有的没有名字的，密授以百步小骑，阅兵之日，插其门首，借军兵无妄杀，全合万人。这是统兵的将领，他懂得积德，不冤枉人，不滥杀人所以他用心去搜集这个匪党的名册不是真正附属于匪党的，不可以冤枉人所以官兵进城的时候来搜查他叫这些没有跟这个贼党没有关系的这些人他给他一个小的白旗让这个官兵进城，你把这个旗子插在门口禁止官兵骚扰，所以这样子全合万人这是他所积下的功德。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做将军、大将军的人，能够保全后裔的很少什么原因呢？杀伤太多所以后代都不好在中国这个武将里面，后人好的人确确实实不多在历史上真的可以说得出来这些做将军的人都是爱惜人命，绝不枉杀这个军队纪律非常的森严这才能保全到后代后谢之子谦中状元，为财府这个宰府，生皮腹中谈话这是讲谢都司后人的国宝他的儿子谢谦中状元，官做到宰相这个宰府是宰相孙子皮也中到探花，探花是进士的第3名那么这都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历史正验那么又告诉我们，莆田呢有个林家，莆田林氏，先是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示人，求取寄予之，无倦色这是讲莆田也是在福建，他的先世有老母好善这是他的先世的祖母好善常常做粉团示人，布施一些穷人，每一天都是这样做法一生呢都不疲倦天天用这个来布施，有人来向他要，统统给
毫无倦厌啊，每一天布施，所以好做好事啊，量力而为，善待别人，自己决定有好报啊！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谚语常说：“吃亏是福。”啊，所以我常常想，我们有这个机缘啊，如果我要有这个机会呀，我愿意开个餐厅，啊，开餐厅免费供应大家。啊，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这3年真的做了，啊，每一天供斋免费的，平均呢每一天到居士林来吃饭的有1000多人，星期假日3、4千人呐，这是好事啊！啊，那么居士林是不是被人吃垮了？没有，越吃越兴旺。啊，人丁旺啊，那么多人来吃饭呐！啊，那个，从开办到现在啊，给诸位说，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油，也没有买过菜，哎，而且吃不完。啊，原因是大家晓得居士林做这桩好事。就天天有人送米，有人送油，有人送菜，送的太多了，吃不完，吃不完怎么办呢？我们把这多余的这些米菜呀，送给养老院，送给孤儿院。所以新加坡许多宗教的养老院、孤儿院都接受我们的赠送。好事啊，应该要做啊。好，今天就讲到此地。